你有没有这种瞬间，某一秒突然意识到，我们以为的世界观，以为的人生尺度，可能根本是被限制过的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看得够大了，看股市，看政商，看全球趋势，觉得自己已经比一般人看得更宏观，但其实那只是地球尺度而已。当尺度一旦放大到宇宙等级，人类那点骄傲、自以为逻辑、所谓的自信分析，瞬间变得微不足道。可关键不是恐惧，关键是放大尺度的瞬间，也让人倒过来重新理解，为什么有些东西你明明看懂了，可别人就是永远看不懂。这不是智商差，是参照系不同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而台湾的优势就在这里，视野够弹性，够敏感，够跨维。因为地理位置，因为文化交错，因为开放度高，我们天生习惯换参照系。别人学全球趋势要先中翻英，再英翻本地，我们直接拿原始信息，直接跨维切换。这是优势，是真本事，是我们不要太谦虚的地方。但真正关键来了，今天我们不是讲宇宙浪漫，我们要用17个天体，不是为了炫知识，不是为了讲天文，而是把尺度感装进你的脑袋，然后拿这个尺度去看人生，看宏观，看市场结构，看周期。我保证，你听到最后，你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那些你身边的看不见的力量，其实根本不是命运，而是尺度错判。先定参照物太阳，因为如果没有参照系，所有资讯都是干扰。太阳的直径等于109个地球，体积等于约130万个地球。这个数字不是哇哇叫、震撼爆表的花式形容，是硬底子数字。109的立方约等于1295029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只要一点点比例差距，一旦进到3次方维度，差距就直接进入无法想象的层级。市场规模、能源规模、人口结构、资本水位，全是一模一样的逻辑，不是多一点，是几何级数。也就是说，人类的脑，我们的直觉是不适合3次方维度的。我们天生看不懂爆发型增长，难怪一堆人总是低估某些周期来临的速度，总是认知滞后，不是笨，是被维度选择玩弄。太阳只是参照物。现在开始第一个天体，天狼星 A， 它的直径比太阳大 1.8 倍，质量是太阳的2倍，听起来好像也就2倍嘛。但你脑中已经有公式，直径 1.8， 体积等于1， 8的立方等于 5.832 倍。什么？才多一点点直径，体积就变6倍。你现在开始感觉到尺度陷阱了吗？这就是3次方。3次方是宇宙的基本规律，也是商业的倍数世界。很多台商习惯看多一点订单，多一点产线，但跨境几何维度才是胜负点。全球真正的大玩家不是慢慢加，是直接进3次方。而台湾优势恰恰就在我们很多产业就是模块化，是可以跨倍数的，是可以从电子零件变成结构式能力的。只是我们被习惯、被媒体、被刻板认知困住，一直被逼着当代工的小太阳。但其实我们的前置是可以当天狼星。你看，天狼星不是因为肌肉堆得特别夸张，它是因为质量集中，燃烧效率高，所以亮。台湾其实不缺这个燃烧效率，缺的只是换参照系。只要参照系换了，一切叙事都会变。你现在能体会了吗？刚才那些天文数字不是在讲太空，是在讲认知尺度的跳层。织女星直径是太阳的 2.7 倍，质量 2.1 倍。数字听起来没什么，但你现在有3次方概念了，对吧？27的立方等于 19.683， 也就是说你看起来不过多一点点，实际体积是太阳的20倍。你开始感觉那个脑子被欺负的瞬间了吗？人脑就是这样，只要超过线性就开始误判，而这才是现实世界最残酷的隐藏逻辑。许多人不是输在判断，而是输在尺寸。台湾这一点很吃亏，因为我们太常被迫谦虚，太习惯缩小尺度再看。可现实世界的权力、资源、资本并不是线性，是3次方、爆发式、跳级式。织女星的寿命是太阳的1/10，10亿年。为什么越大反而越短命？因为能量消耗太快。
是不是突然很像某些市场越大声越高热越高速那种类型反而死得快？比起规模，更关键是燃烧效率与周期控管。织女星已经走了5亿年，再5亿年就爆，有没有似曾相似？有没有像某些过热产业的曲线，不是书，是寿命设定就写在那里？而下一颗大角星直径是太阳的26倍，但质量却可能只跟太阳差不多。虚胖，典型，表面巨大，内里轻薄的结构，体积18000倍，却不重。你有没有想到某些看起来超庞大的商业叙事，某些看起来吓死人、无敌大的市场规模，一戳就空？光亮、光学头、光声量，底层不重。可是你会发现台湾特别擅长一个东西，我们反而不怕小，我们怕的是虚胖。我们做的是实料，是密度。宇宙里这种虚胖恒星呢，不会变白矮星，不会留下强势结构，它们最后爆掉，变烟花，然后散掉。这就是宇宙真正暗示的东西。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体积，是密度，不是看起来多，是谁，是能量集中在核心的才是真的强。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颗参数7，它的直径是太阳的74倍，听起来巨无霸，对吧？但你现在应该已经会戒心了，插成3次方才是赤裸真相。74的立方等于405224倍体积，但质量呢，只有太阳的18倍。又来了，虚胖度更极端，但重点来了，这种虚胖加大质量，每次死掉直接不是白矮星，是中子星。我现在要你抓住一个画面，中子星直径几十公里，却跟太阳一样重。把整个太阳塞进一个台北到新竹的尺度，密度是多少？每立方公尺重上亿吨。这不是诗，这是物理。宇宙在告诉我们2件事：体积跟力量没关系，密度才是力量。你越收缩，你越集中，你越可怕。台湾最强优势就在密度，我们是高科技密度岛，我们是供应链密度核心，我们是全球 RD 密度的奇迹。我们不是虚胖，我们是中子星潜力的文明。很多国家看起来大，但如果体积大、密度薄，那不是实力，那只是看起来大。现在我要把画面再调暗一点，下一颗参数4，它是红超巨星，直径900倍太阳。如果它放在太阳的位置，它表面直接推到木星轨道，听起来吓死人，对吧？但是质量只有太阳14到20倍，又是一颗大而不重。但是参数4有一个特别刺激的点，它很快要爆，它离地球724光年，一旦爆就会亮到白天，肉眼可见。听好，宇宙里最大声、最大体积的不一定活得久，但那些低调、密度高、核心深、专注燃烧的人，反而决定文明走向。是不是开始懂我从第一段就在铺的那个悬念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黑洞，宇宙真正的权力巅峰。黑洞不是大，黑洞是密度极限，重力起点。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天体，它不是大到吓人，它是重到空间弯掉，弯到连光都逃不出去。那种尺度感会让你瞬间懂，宇宙不是比谁大，是比谁集中。我们往下走，下一个我直接进大犬座微外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下一段开始，我们正式进入黑洞世界，然后你会第一次意识到，宇宙真正的力量模型根本不是扩张，而是集中。大犬座微外星直径约为太阳的1420倍，体积是太阳的29亿倍，但质量只有太阳的30到40倍，又是虚胖到不行。但这一类在爆的时候，结局不是白矮星，不是中子星，是黑洞。注意，黑洞不是巨大，黑洞是密度超越逻辑，它不是空间里有个点，它是空间本身被扳弯，光线进来无法逃出去，那条叫 Event Horizon 世界。你是不是开始感受到另一层比喻，这个宇宙的结构？有时你越大只是华丽的表象，但真正决定宇宙秩序的是那种你看不到但逃不掉的力量。黑洞没有体积概念，只有质量和曲率。同理，社会也一样，影响力并不是靠声量，是靠中心曲率，就是你的引力是不是能让别人自动靠过来。我们继续盾牌座 U， 曾经大家以为是最大直径1700倍太阳，但后来2020年 HIP 26718出现，3070倍太阳，
289亿倍太阳体积。你想想，289亿秒等于多少？915年。可是重点根本不是有多大，重点是这种等级的恒星寿命只有1000多万年。快、炫、短、炸，这就是烧太快的宿命。一如市场上一些轰轰烈烈的领域，看起来像新时代权威，但其实只是寿命短的超巨星。你不要以为体积越大越稳，宇宙在告诉我们，规模不是稳，密度才是。所以现在我们开始离开恒星，进入星系结构。NGC 1277中心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，直径是太阳的42850倍，质量20到50亿倍太阳质量。这是宇宙告诉我们的，真正的稳定不是量，而是重。而真正的权力中心不是大，而是能扭曲规则。宇宙在比什么？是比谁能改变基准。然后我们来到类星体 TON 618，太阳直径的29万倍，质量约660亿倍太阳质量。目前人类观测到最大的黑洞，你现在应该已经完全懂宇宙的语气了。真正的影响力是让别人绕你，不是你绕别人。黑洞不是攻击，是被动吸引。从商业到文明，甚至国家结构都一样。最强的不是冲出去，最强的是站着，别人靠过来。接下来，猫眼星云直径0.4光年，开始转光年，单位表示。再来，螺旋星云5.1光年，猎户座大星云24光年，奥米加星团150光年。你有没有感觉过去3分钟你尺度感的弹性被强制拉开了？而且你其实没感觉痛，因为是用故事叠进去的。接下来小麦哲伦星系7000光年，再来银河系10万光年，恒星1000亿到4000亿颗，然后 IC1101 280万光年，恒星大约100万亿颗。再来木夫座空洞2.5亿光年，几乎没有星系存在的空区，最后可观测宇宙930亿光年。你现在知道了吗？我们所谓的逻辑、分析、预测，当尺度推进到这种等级，人类那点争论、那点情绪，其实根本连误差都称不上。真正的底层规律不是争辩谁对，而是参照谁在哪个维度。很多人做内容、做投资、做判断，总是输在这里。他明明聪明，却永远跳不出地球参照。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帮你做参照切换，不是为了震撼，是为了把宇宙模型装进你的系统里。因为接下来我要开始讲的是最关键的一句，你想听吗？宇宙真正的底层规律不是时间，是尺度，不是速度，是参照，